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超级有趣，但同时也充满迷思的主题——中医。说到中医，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？是不是那种飘着浓浓药草味的诊所，医师一边帮你把脉，一边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，然后开给你一包一包黑黑苦苦的药粉？很多人，特别是在西方的视角下，会觉得这一期很神秘呀，很玄学，甚至有点不科学的印象，对吗？感觉好像是一个黑盒子，你只知道输入症状，输出药方，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，完全搞不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个黑盒子，问你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：中医背后的运作究竟是某种难以言喻的魔法，还是一套有系统、有逻辑的方法？重点来了哦！古代中国有一句影响非常深远的话，叫做“医也者，意也”。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医学就是思考的过程。哇，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其实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。它直接告诉我们，中医的本质不是一堆神奇的药方或祖传秘方，而是一整套严谨的、有结构的思维过程。换句话说，厉害的中医师，他厉害的不是他背了多少古书，而是他脑中那套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逻辑框架。这是不是跟你原本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？所以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大重点，就是要来深入探讨“医就是思考”这个最底层的核心概念。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医学的角度。它把我们对医学的理解，从单纯的治疗方法的集合，比如说这个药治感冒，那个穴位治头痛，重新定位成一种推理的过程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但别担心，我们接下来会一步一步把它拆解清楚。你会发现它其实非常有逻辑。为了理解这套思维是怎么被整理出来的，我们得先把时光机开到1930年代的中国。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？西医携带着解剖学、生理学、微生物学这些现代科学的威力强势崛起，传统中医可以说是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多紧张呢？甚至有人提议要全面废除中医，认为它是阻碍国家进步的旧时代产物。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，中医的支持者意识到，他们不能再只说我们有几千年的经验这种话了，因为这在讲求证据的现代科学面前听起来很苍白。他们必须要能够清楚地阐述出中医背后那套理性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理论基础，才能在现代世界存活下去。就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一位叫做云铁桥的学者，他提出了一个影响后世非常深远的4字口号。这个人背景很有趣哦，他本身其实是学西医出身的，所以他非常了解两种体系的差异跟优劣，后来才转而深入研究中医。他提出了这个口号，就4个字，叫做理法方药。这4个字可以说是浓缩了整个中医临床思维的精华。老实说我一开始在研究的时候也觉得这4个字好像很零散，理就是理，法就是法，有什么特别的？但后来才发现不对，它其实是一个有着严谨顺序的行动纲领，一个 SOP。我们把它拆开来看，这个顺序真的非常讲究。第一步是理，也就是透过推理和观察，去辨识出病人身体里失调的模式或纹理。第二步是法，根据你辨识出的模式，制定出对应的治疗方法或大方向的策略。第三步是方，基于这个方法去组织一个客制化的药方，决定要用哪些药材，各自的比例是多少。最后一步才是药，也就是最终交到病人手上的那些具体的药材。你看，这就像一个侦探在办案，对吧？先收集所有线索，找出犯人的作案模式，理，再定下抓捕策略，是要包围还是跟监，法，然后组织行动方案，决定谁负责前门，谁负责后门，方，最后才是派出警力去实际执行，药。这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线性过程，绝对不是凭感觉乱开药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在这4个字里面，最核心也最难理解的就是第一个字理，它是一切的基础，是整个诊断过程的起点。你想想看，这就像是做数学题，如果你的第一个公式就用错了，那你后面算的再辛苦，答案也绝对是错的，对吧？这就是所谓的 garbage in, garbage out。
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能搞懂这个理字到底是什么，基本上就掌握了中医思维模式的钥匙。那么理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去查字典，字典可能会告诉你它是原理或原则，但我必须要说，这个翻译其实非常不精确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误导。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，理这个字指的是事物内在的固有的秩序或纹理。你先记住纹理这个词，等一下会一直用到。它不是一个抽象的、普世通用的规则，而是物质世界本身就存在的、可以被我们直接观察到的模式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比喻，你可以把理想象成是木头的纹理。一个厉害的木匠，他不会拿着斧头对着木头硬干，对吧？他会先仔细观察，甚至用手去触摸，感受这块木头的纹理是怎么走的，然后顺着木头的纹理去切割、去雕刻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，做出精美的作品。反之，如果逆着纹理乱砍，那木头可能就直接裂开报废了。中医看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中医师在做的不是拿着一套教科书上的治病原理硬套在你身上，而是在观察和感受你身体这个独一无二的物质，它本身呈现出来的独特的纹理和模式。我们来做个直接的对比，大家会更清楚。西方的 principle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理，它通常是抽象的、理想化的，像是一个需要被遵守的规则。比如说牛顿的运动定律，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。但中医的理，它是物质的，可以被感知的，而且是情境式的。它不是一个规则，而是一个需要你去洞察的模式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河流的水流，它是个物理现象，对吧？你站在河边，你可以看到、感觉到它的流动方向，哪里有漩涡，哪里水流湍急。你不会用一个抽象的公式去理解这条河，你会直接去观察它。所以搞懂理这个概念非常关键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中医的诊断是深深地根植于对物质世界的直接观察，而不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辨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既然理是一个可以被感知的模式，那中医师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感知这个模式呢？难道真的是靠什么第六感或特异功能吗？当然不是，这就要讲到中医诊断的核心技术了——四诊。你先不要觉得它很玄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纪律，而且完全基于经验观察的数据搜集过程，是一个数据搜集的 protocol， 一点都不神秘。在讲四诊之前，我们先引用哲学家威廉·詹姆斯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身体是一个充满无限资讯的准混沌体。”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身体随时随地都在产生巨量的资讯，对吧？你现在的心跳、呼吸、体温、血压、情绪，昨晚睡得好不好，今天午餐吃了什么，资讯量是无限大的。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来限制和筛选，你根本不可能从中找到任何有意义的模式，你只会被资讯的洪水给淹没。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四诊。四诊说白了，就是中医用来限制观察范围，同时又能高效收集关键数据的一套标准作业流程 SOP。它包含了4个步骤：望、闻、问、切。望就是用看的，闻是用听的和闻的，问就是询问，还有切就是用手触诊的。你看，它就是透过这4种不同的感官渠道，去系统性的采集病人的身体资讯，从而过滤掉那些无关的杂讯，专注在重要的线索上。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，你就会知道他们在观察什么。望诊最著名的就是看舌头的颜色、舌苔的状态，还有看脸色、精神状态。闻诊是听病人的呼吸声、说话的声音是不是有气无力，甚至闻身体发出的气味。问诊这个就跟西医很像，会问一个十问歌，系统性的询问病人的睡眠、饮食、二便、过去病史等等。最后是切诊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把脉。这真的超级复杂，绝对不只是测心跳而已。一个厉害的中医师要在你手腕上寸、关、尺3个位置，每个位置还要分浮、中、沉3肘深度，去仔细感知多达28种可能的脉象变化。这就像品酒时在品红酒一样，他们能感觉出酒体的滑顺、紧涩、力道等等细微的差别。你看，这整个过程收集的全部都是身体表面的，可以被客观观察到的具体迹象。
OK， 数据收集完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分析阶段了。这也是中医最精华、最考验功力的部分。中医师如何将这些透过望闻问切收集到的看似零散的迹象，像玩拼图一样，把它们一片片组合起来，最终辨识出那个我们前面说的身体失调的模式，也就是理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这个分析过程，我们来走一个实际的案例。假设今天有一个病人走进来，他看起来很疲倦，跟你说他最近的主要问题是心悸，就是感觉心脏常常扑通扑通乱跳，好像快要跳出来一样，有时候还会觉得胸口闷闷的，不太舒服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线索，一个起点。一个西医可能会开始安排心电图检查，但中医会怎么做呢？接下来，中医师会开始运用四诊来收集更多线索，就像侦探在搜证。首先是切诊，胎搭脉发现病人的脉象是细弱的。在中医的知识库里面，细弱脉通常对应到身体的能量和血液不足，也就是所谓的气血亏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线索。接着望诊，他看到病人的脸色苍白，甚至有点灰暗，没有光泽，这就进一步确认了气血亏虚的猜测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医认为脸色的光泽反映了气血的充盈程度，这很直观，对吧？然后他请病人伸出舌头，发现舌体颜色偏淡，舌苔是白色的。这不仅指向亏虚，还多了一个寒的模式。你可以想象成身体的代谢火力比较不足。最后是问诊，医生问你最近是不是表健忘，动一下就很容易流汗？病人点点头说对。健忘和容易出汗又是这个模式典型的伴随症状。你看，这就是拼图的过程。透过把细弱的脉象、苍白的脸色、淡白的舌象，还有健忘、易出汗这些问诊的资讯，全部串联起来，一个清晰的图像就浮现了。这些线索单独看可能意义不大，但放在一起，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所以中医师最后得出的结论，它不是一个像西医那样的疾病名称，比如说心律不整。他得出的是一个模式的诊断，叫做心气虚。这个心气虚，它描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器官病变，而是一个全身性的动态的失衡状态。它指的是跟心这个功能系统相关的气，也就是能量，处于一个虚弱的状态。这就是辨识模式的过程。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慢慢可以感觉到，中医和我们熟悉的现代生物医学，他们在最底层的知识论上，也就是看待世界、获取知识的方法上，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这边要强调这真的不是谁比较好、谁比较坏的问题，也不是科学跟不科学的对立，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。就像你有两套不同的工具箱，一套是螺丝起子跟扳手，另一套是锤子跟凿子，它们各有各的用处。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，你看这个比较表就非常清楚了。西医的思维核心是 knowing apart， 也就是拆开来理解。它的方法是透过控制变因、分离变数，去找到那个单一的可以被定位的病灶，像是某个肿瘤或某种病毒。这就像修车师傅，他会把引擎拆开，找到那个坏掉的零件，然后换掉它。他使用的工具像是 X 光、MRI、抽血，都是为了看穿身体表面，指导内部的病灶。但中医的思维核心是 knowing together， 也就是整合起来理解。它的方法不是分离，而是辨识各个迹象之间的关联和模式。它的目标不是找到单一病因，而是掌握整个系统的失衡状态。它就像一个生态学家，观察整个森林的生态，而不是只研究其中一棵树。他使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诊，专注于解读身体表面所透露出的整体资讯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总结，在中医的框架里，医生的工作不是像一个战士一样拿着武器去攻击某个疾病，他更像是一个高明的园丁，或是一个有经验的向导。他的任务是敏锐地洞察出整个系统失调的模式，然后用药物或针灸去轻轻地推一把 nudging， 把系统的运行轨迹稍微调整一下，引导身体自己走回更健康的轨道。因为中医相信身体有很强的治愈能力，你只要把那个造成失衡的模式给打破，身体自己会找到回家的路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中医的核心不是什么神秘的魔法，而是一套基于理法方药的严谨思维流程。它的精髓在于透过望闻问切这套系统性的观察方法，去解读身体表面的各种迹象，从而辨识出内在系统失衡的模式。这是一种 knowing together 的整体性思维，
跟西医 knowing apart 的分析性思维是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，但都很有价值的方式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：除了医学之外，在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，比如管理一个团队、解决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甚至只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情绪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这种透过解读一个系统的表面，来理解其隐藏深处的运作逻辑的思维模式中学到些什么呢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让你对中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记得马上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正在冲订阅，真的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